贝卡，贝卡丘，贝卡丘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卡皮。记得很久之前就盘点了小霞手里最强的4只神奇宝贝，那么今天就来盘点一下他手里最没有存在感的4只神奇宝贝吧。注意，这里的没有存在感，不是说实力弱啊，而是指他们的出场戏份太少了。没仔细看的朋友可能压根就不知道，小霞竟然还收服了这些神奇宝贝。第一只木海马，小霞木海马第一次登场于神奇宝贝无印第19集。当时由于毒刺水母想要破坏人类所居住的城市，他特地前来报信，在小智一伙面前，他用墨汁在水面上画了一个毒刺水母的模样。但是当时小智一伙完全不知所云，其实就算知道也解决不了啥问题，该来的迟早会来的。后来在毒刺水母借助喵喵控诉人类的时候，他还是坚持劝说。这里有个好玩的梗，那就是毒刺水母嫌弃木海马是个没有骨气的软弱家伙，而木海马也不甘示弱，直接就回怼一句：“你们水母都没有骨头。”当时我就觉得这家伙挺聪明的嘛，但这句话也彻底惹恼了毒刺水母，直接一招就把他打飞了。最后在解决毒刺水母的危机后，小霞也顺理成章地收服了木海马。不过在动画中并没有放出小霞收服木海马的具体情形。在伊布斯兄弟的那一集中，火箭队抓住了小智一伙的神奇宝贝，木海马也在其中。他在路上一直涂墨汁，这才让小智一伙一下子就找到火箭队。然这样聪明的家伙体质却不好，不能长时间待在精灵球里，必须定期游泳，否则身体吃不消。因此最后小霞只好将他暂时放在了华兰道馆，之后他就很少再出现了。第二只角金鱼，角金鱼是小霞一登场就有了神奇宝贝，但是他的出场戏份却真的不多。由于不能在陆地对战，小霞很少派他上场，而往往派他上场的时候，他却几乎都是被秒杀。在橘子群岛，小霞派他对付同是水系神奇宝贝训练家的小庄，结果却被他的毒刺水母一招秒杀。在成都地区，小霞派他对付龙司的千真鱼时，本想用超音波迷惑对手，但是谁知根本没用，最后直接被撞飞了。当然角金鱼也是有取得胜利的时候的，那就是对付一下火箭队。另外值得一说的是，在圣安鲁号时，角金鱼还救了火箭队鱼命呢。第3只陆地猎，记得在成都地区旅行的时候，小霞就想要收服一只玛丽鹿，可没想到那只玛丽鹿却早就已经被收服了。在帮他找到自己训练家的途中，小霞和这只玛丽鹿建立起了深厚的感情。最后要和他分开时，可以明显看到小霞的不舍。这只玛丽鹿眼里也同样泛起了泪光，但是有多少相遇，就有多少离别。最终小霞也只能放下。值得高兴的是，小贱的玛丽鹿生下蛋后，并将它交给了小霞。后来蛋孵化成了陆地猎，小霞对它爱不释手，天天把它抱在怀里面，就像是曾经的波克比一样。这只陆地猎的性格也跟波克比一样活泼开朗，对这世间的一切都充满了好奇。最后一只那就是爱心鱼了。爱心鱼本来是在方圆地区中才出现的，但是不知道为什么，小霞和她的姐姐樱花在华兰市附近的海滩就收服了。小霞收服的是公的，取名为卡斯尼，而樱花收服的是母的，取名为艾尼。一公一母独处在一间游泳池里，难免就会发生些什么。果然卡斯尼喜欢上了艾尼，但艾尼却并不喜欢卡斯尼。后来亚马多和小三郎就把他们抓走了。于是在这2个月老的撮合下，艾尼成功被卡斯尼征服，一吻定情。当时亚马多和小三次都看呆了呢。不过有点可惜，小霞的爱心鱼貌似就只登场这一集，没看过的朋友当然就不知道它的存在了。好了，那么今天分享就到这了，我是卡皮，咱们下期见吧。